朝鲜刚刚进行了一次氢弹核试验。消息一出，立即引发国际动荡。若事实被证实，这意味着朝鲜在核武器上跨出了关键一步。随后，美国立即派出一架 WC-135不死凤凰核试爆侦察机，想证实朝鲜是否真的进行了一次成功的氢弹试验。除此之外，朝鲜在此之前已经进行了3次核武试验，每次试验所引发的地震无不牵动着半岛人民以及世界人民的心。众所周知，朝鲜半岛的火药桶不比中东小多少，一旦引发战争，很大可能将引发第3次世界大战。基于此，国际社会纷纷向中国表达疑问，为何中国没有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迫使朝鲜放弃核武研究？其实，针对朝鲜核武问题，中国从未放弃努力。早在20世纪末期，面对朝鲜发展核武器的野心，中国就提出了2大愿景：一是做到半岛无核，二是帮助半岛建立起永久和平体系，彻底解决朝韩争端。因此，长期以来，中国始终对朝鲜发展核武持反对态度，更没有帮助朝鲜发展弹道导弹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各种核技术。1994年，第一次朝核危机爆发后，朝鲜与西方世界剑拔弩张，又是中国主动站出来斡旋局势，坚持以对话谈判形式解决核武争端，并促成了后来的6方会谈。从1993年到2003年，中国对朝核问题的态度和政策大体是不直接介入和发表意见，而是想将舞台交给朝鲜与美国2大主角，实现2国直接对话。毕竟，朝鲜之所以迫切想要发展核武，就是为了对抗以美为首的美日韩3国联盟的威胁。可惜，到了2002年，因朝鲜政府秘密研制浓缩铀，引起美西方震怒，此前的谈判工作化为泡影，第2次朝核危机就此引爆。时任美总统布什表示，应对可能出现的核危机，不排除动用任何力量。朝鲜半岛风雨欲来，形势骤然紧张。对此，中国政府不得不与各方展开紧急磋商，放弃了不直接干预原则，转而力求实现双方和平谈判。于是便有了2003年3月的中美朝3方会谈，接着又再次召开了6方会谈。中国在6方会谈进程中所能做的，就是要让朝美双方共同交出和平解决核问题、实现半岛无核化的钥匙。从这一务实立场出发，中国把自己在6方会谈中的作用和角色定位为谈判的组织者、矛盾分歧的斡旋者、解决方案的倡议者。中国解决朝核问题的基本出发点是，朝鲜需要叫停所有核武发展计划，但自身在安全、经济、政治等领域的合理要求也要被满足。诸如西方世界对朝鲜的打压与封锁必须有所松动，在彼此互相做出退让的前提下，为这场核危机按下暂停键。可惜的是，无论朝鲜还是美西方似乎都没有退让的意思，于是便有了朝鲜一轮接一轮的核武试验，美国愈发疯狂的打压也接踵而来。6轮核试验下来，朝鲜的核武事业俨然已经成型，成为实质上的拥核国家。朝鲜到底还是掌握了让美西方忌惮的底牌，可同时也给半岛未来局势带去更多不确定性。对此，西方世界纷纷不满中国的表现，认为是中国的纵容和不负责任让朝鲜走到了这一步。但殊不知，并不是中国不想阻止朝鲜用核，而是实在难办。一方面，朝鲜人对核武器的态度是，我发展定了，天王老子来了也没用。朝鲜人无疑有着极强的拥核动机。自朝鲜战争停战以来，相关各方仅仅是签订了停战协定，半岛从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和平。从某种意义看，朝鲜战争并没有结束。长期以来，朝鲜始终被美国视为邪恶轴心，一心在各方面都要依靠苏联与中国。东欧剧变后，朝鲜开始加强自身实力。为了改变朝鲜的外交现状，真正的结束朝鲜战争，与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朝鲜最终选择了走发展核武器的道路，想要通过打出核武器这张牌，增强自身实力，提高外交砝码。具体而言，朝鲜致力于开发核应用能力的原因主要在于3个方面，分别是朝鲜地缘政治环境的变化、中国和俄罗斯对朝鲜态度的转变，以及美国长期对朝实行高压政策和朝鲜能源短缺。自冷战结束以来，朝鲜半岛的地缘政治环境发生了变化。由于苏联的解体，中国与西方态势出现缓和，导致朝鲜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处于一种尴尬被动的局面。失去苏联军事保护的朝鲜发现周边诸如韩国、日本都发展十分迅速，国家实力显著提高，而自己的最大靠山刚刚倒下，中俄无暇顾及自己，这让朝鲜政府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安全压力。进入21世纪以来，朝鲜认为中国和俄罗斯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对待自己的态度十分暧昧，并不明确。
说白了就是中俄没有像苏联那样给予朝鲜全方位的安全感。所以在极度缺乏安全感的情况下，朝鲜政府确定了独立发展核武器，力求自保的方针。与此同时，发展核力量还能在很大程度上弥补朝鲜经济发展面临的资源短缺。由于先军政治的发展方针，朝鲜一直以来自身经济体系都十分脆弱，没有完整的工业体系，没有几个像样的工业基地。在美国及西方社会的制裁与封锁下，朝鲜国民经济更是几乎崩溃。工业产品与技术、石油、天然气等能源燃料，朝鲜都无从获得。能源问题长期困扰着朝鲜。由于燃料极其缺少，朝鲜历史上还曾出现过发电量持续下降的窘境。1998年，朝鲜发电量仅有170亿度，而1975年这个数字是281度。从90年代起，朝鲜就下定决心解决能源短缺问题，而开发核能是最好的方法。种种内外因素的驱动下，朝鲜发展核力量动力十足。尤其到了金正恩时代，拥核核心愈发不可动摇。仅2016年，朝鲜就进行了14次导弹试验，超过金正日执政生涯发射总数。2012年，朝鲜还在12届最高人民会议上通过了拥核宪法法案，以此向外界传达拥核的信心与决心。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若强硬干预朝鲜核武发展，必定引来朝鲜的敌视，将半岛局势直接推向深渊。且倘若朝鲜愿意放弃核武，中国面临的难处同样不小。从目前的形势来看，中国对朝核问题的一再干预已经影响到了中朝两国的关系。随着朝鲜核问题的升级，中国与朝鲜的关系正在发生变化。例如2013年至2016年期间，朝鲜进行了3次核试验。在这期间，中朝高层互动明显较少，可以明显看出中朝关系出现了问题。2014年9月9号是朝鲜66周年国庆纪念日，中国政府向朝鲜方面发去贺电。从表面上看，中朝两国的关系似乎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但是实际上，在2014年7月，中方领导人在访问朝鲜前先访问韩国，这已经引起了朝鲜和国际社会的关注，且打破了中国外交的惯例。2016年5月，朝鲜劳动党7大开幕，一些国家早向朝鲜发去贺电或致函祝贺，可中国是在朝鲜劳动党7大开幕的当天才向朝鲜发出贺电。值得一提的是，与朝鲜劳动党4大的985个字、5大的890个字、6大的1153个字相比，此次中国给朝鲜劳动党7大的贺电仅有寥寥239个字，规格下降严重。虽然贺电中也提到了中朝友谊，但言辞间更希望中朝两国能够共同努力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满是对朝鲜的劝慰与告诫之意。可以看出，中国正在试图努力通过外交手段让朝鲜重返谈判桌，在6方会谈框架内和平解决朝鲜核问题。可惜朝鲜并没有接受这份好意，平壤方面对中国的劝诫表现淡漠，这导致中朝关系正趋向于恶化。虽然朝鲜对外宣称中朝的友谊仍然牢不可破，但是其不断扩大外交圈子的行动表明，朝鲜正在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从2014年开始，朝鲜加紧了对德国、瑞士等欧洲国家的外交攻势，体现出了打破外交孤立局面的意愿。整个2014年，朝鲜做出了很大的外交努力，不仅尝试与美国、日本以及韩国等抱有怀疑甚至敌视态度的国家接触。与此同时，朝鲜还在寻求与俄罗斯进行更深层次的合作，唯独与中国的关系却发展缓慢。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干预朝核一事已经让中朝关系出现裂痕。倘若中国的态度再强硬一分，极有可能会让双方彻底闹掰，届时渔翁得利的还是美西方。这是中国迟迟不愿向朝鲜示重压的主要原因。再者，若朝鲜同意放弃开发核武器，同样会带来一系列问题。没了核武器，意味着朝鲜放弃了威慑美国的一个大杀器。接下来，朝鲜的安全问题该怎么办？无疑，中国不可避免的要对维护朝鲜的安全发挥积极作用。可届时，中国就要直面与美国的军事对垒，这对当下一心谋求发展、追求和平的中国而言是不愿看到的。再从战略上看，若是朝鲜在放弃核武器后被美韩控制，那么中国就丧失了朝鲜半岛的战略纵深，整个东北地区将会直面美军，中国不得不部署大量军队驻防。因此，中国需要考虑朝鲜弃核后的安全问题。最后是经济和援助问题，朝鲜弃核必然会要求一定的补偿，而中国作为推动朝鲜放弃核武器的主要力量，必然要承担起相应的援助义务。这对于中国而言也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重大问题。总而言之，朝核问题看起来简单，实则不然。
按照西方世界的想法，只要中国肯无底线地向朝鲜施加压力，这个弹丸之国早晚会妥协。可在那之后的后果却不在西方人的考虑范围内。但站在中朝角度来看，核力量对朝鲜而言的确不可或缺，且中国一旦大力施压，无论结果如何，都会引起一系列新的难题，这也是中国陷入两难，只能眼睁睁看着朝鲜发展核武的原因所在。朝鲜不需要改革开放，朝鲜要走的就是独立自主路线。冷战结束前夕，面对中国的好言相劝，朝鲜做出了这样的回答，而这也成为了朝鲜命运的转折点。如今，朝鲜几乎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很多人会认为这与美西方封锁密不可分。这种说法固然正确，但并没有触及根本。实际上，如今朝鲜的命运早在其刚刚成立的那一刻就已经写定了。朝鲜一开始并不是一个穷国，在上世纪70、80年代的时候，朝鲜也曾是与日本并驾齐驱的东亚工业强国。1970年，朝鲜宣布完成了以重工业为主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在电力、煤钢、水泥等工业产品的人均产量上，甚至赶上和超过了许多发达国家。1975年，朝鲜人均收入突破了$1000大关，而同时期的韩国仅为$597。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这个时候的朝鲜会如此富裕呢？答案其实很简单。二战结束以后，随着雅尔塔体制的确定，两极格局由此诞生。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许多国家的命运都在这场大国博弈中被无情改写，而这其中就包括了朝鲜。1945年8月至9月，美苏两国分别出兵从朝鲜半岛的北部和南部登陆，在北纬38度线附近实现了军事割据，并以此建立起自己支持的政治力量，即朝鲜与韩国。虽然在后续爆发的朝鲜战争当中，这两个国家都曾依靠着背后大国的支持，试图建立起以自身政权为中心的统一国家，但由于双方实力的接近，最终还是事与愿违。于是，面对这样的情况，在这场战争之后，朝韩两国的冲突逐渐从单纯的军事对峙转向以经济政治为主的全方位对抗。而为了帮助朝鲜赢得胜利，以苏联为主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随即对朝鲜开展了全力的援助，不仅提供了大量朝鲜建设工业化所急需的资金与技术，而且为了让朝鲜尽快富裕起来，苏联还在后续的京沪会体制中特别关照朝鲜，将其摆在了极为优势的地位，使得其能够在社会主义世界中赚得盆满钵满。而这就是朝鲜70、80年代能够率先一步富裕起来的原因所在。坦白来讲，依靠朝鲜自身的力量，由于资源的匮乏，其发展潜力是十分有限的，这一点在农业上最为明显。如果没有其他国家供给的化肥，朝鲜甚至连粮食自给自足都做不到。但是苏联的京沪会体制却很好地解决了朝鲜的困局，所以从根本上来讲，就是苏联的援助才铸就了朝鲜的繁荣。基于这点，朝鲜为什么会从一个繁荣国家跌落成为穷国的原因也就呼之欲出了。没错，就是苏联断供了。1991年，冷战结束，身为两极之一的苏联轰然倒塌，曾经让其引以为傲的京沪会体制也随之烟消云散。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极度依赖京沪会供给的朝鲜不可避免的就遭遇了发展困局。特别是在1995年到1997年连续遭遇了3年严重的自然灾害之后，朝鲜甚至时隔近半个世纪再次出现了饿死人的情况。尽管朝鲜后续曾一度想要借鉴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重新回到发展正轨，但由于现实的原因，始终步履维艰。而在这个关头，1718委员会的成立又进一步加剧了朝鲜的困难。在美国的制裁之下，朝鲜的发展几近锁死。2006年10月9号，朝鲜官方公开宣布成功进行了地下核试验，随即引起国际社会震动。于是在5天之后，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1718号决议，呼吁通过制裁的形式迫使朝鲜停止核试验，放弃所有的核武器计划。而1718委员会正是为了监督1718号决议的执行情况而设立的，其成员包括安理会的全体会员国。一般来讲，一个国家想要进行经济发展，无非就是要具备3个条件，即资金、技术和人才。因此，朝鲜所遭受到的制裁基本就是围绕着这3个方面所展开的。根据1718号决议的内容，所有国家被禁止向朝鲜提供一切可能有助于其提升武装部队作战能力的产品。而这个要求能够解释的范围就十分广泛了，像粮食、防寒的衣服、石油等等都可以被纳入限制的范围之中。所以到了后来，凡是能够让朝鲜赚到钱的一切项目，基本上都遭遇了制裁，甚至一度连朝鲜人出国务工都被阻拦，更别提其他国家来投资朝鲜，给朝鲜提供技术支援了。
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朝鲜显然想要不穷都极为困难。当然，这一切的制裁也并非完全不讲理，像一些人道主义的援助，朝鲜还是能够获得的。但这些与发展经济所需要的海量资源相比，实在是杯水车薪。因此，朝鲜基本还是处在一个饿不死也发展不起来的尴尬位置上。肯定有人要问了，既然联合国是因为朝鲜发展核武器发起的制裁，那么朝鲜如果接受联合国的呼吁，是不是就能够换取发展的机会呢？提出这个问题的人显然没有弄清楚朝核问题的实质。如果朝鲜真的有得选，也不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纵观这些年来朝核问题的发展，我们不难发现，一切其实始终处在制裁、试验、再制裁、再试验的恶性循环当中。就拿6年前和今天来说，在2018年，朝鲜最高领袖金正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韩国领导人文在寅实现了历史性会面。之后几年，为了表示诚意，朝鲜便停止了核武器试验。然而，随着美国和韩国领导人的换届，新上台的两国政府重启了对朝鲜制裁计划，甚至还不断通过军事演习刺激朝鲜的敏感神经。所以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朝鲜又越发蠢蠢欲动。对此，韩国国家安保战略研究院就在今年4月做出预测，表示朝鲜很有可能在今年11月美国大选前后重启核试验。虽然这一切目前尚未成为现实，但如果后续朝鲜还是做出这一选择，无疑是半岛无核化进程的倒退。很显然，朝鲜之所以坚持发展核力量，最关键的原因就是出自对自身安全的担忧。显然，现如今的朝核问题已经陷入到了猜疑链的陷阱当中，而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美国政府的朝令夕改，两党频繁的政权交替，致使美国时常出现背信弃义的行为，而朝鲜是赌不起的。朝鲜半岛的关键位置注定了其将成为大国博弈的焦点。其实我们不难发现，在朝鲜与美国、韩国交好的时候，往往正是美俄两国关系减缓的时间点。反过来，当美俄两国针锋相对的时候，朝鲜与韩国就会转向敌对，美国也会对朝鲜持续加码制裁。基于这个观察，我们实际上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朝鲜半岛就是美国布局东亚的关键战略支点。当半岛出现冲突的时候，邻近俄国的远东自然也不可能安稳，进而其在欧洲方向上的战略部署就将受到影响，美国则可以在欧洲获利。而这就是朝鲜的命运，这一切是从朝鲜建国那一刻开始就已经被写定了的。事实上，说1000道1万，朝鲜之所以会走向贫困的原因，用一句话就可以做出解释，那就是苏联没了，但美国还在。拥有庞大资源力量的苏联可以与美国抗衡，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朝鲜得到苏联的援助，很容易就可以繁荣起来。而当苏联解体之后，虽然俄国与朝鲜的关系也比较亲密，但俄国终究比不上苏联，自顾尚且不暇，更别提去支援朝鲜的建设。与此同时，美国的实力又得到了进一步的膨胀，为了能够进一步在东亚扩展自己的霸权，其势必想要完全拿下朝鲜半岛。之所以没有付出行动，是因为有东方大国在旁，美国曾经在这块土地上吃过瘪。于是美国就只能通过制裁的手段让朝鲜变穷，散发反动传单，让朝鲜从内部爆炸。不可否认，美国的明谋确实是十分奏效的，因为不管怎么说，朝鲜现在自身的发展困境是客观存在的，这已经成为了朝鲜内部最大的隐患。所以对于现在的朝鲜来说，已经到了决定命运的关键时刻，如果不能改变心态，那么势必将错过发展的机会。